F-22是一款美国空军于1980年代开始研发的空优战斗机，作为世界上第一款量产的第5代隐身战斗机。F-22集合了美国最尖端的科研成果，是目前世界综合性能最先进的战斗机之一，也是当今世界造价最高昂的战斗机之一。作为美国空军的终极战力， F-22G 拥有其过人。在1981年，美国空军开启了先进战术战斗机项目，力图打造一款可以取代 F-15和 F-16的新型空优战斗机，以应对来自苏联方面的威胁。美国空军的需求是一种可以突破苏联防空系统，并可以夺取制空权的先进战斗机。随着苏联防空武器的发展，以及苏2.7和米格29等新型战斗机的出现，美国对先进战术战斗机项目的需求更加迫切。美国认为，苏联新型战斗机在部分领域已经出现超越 F-15和 F-16的趋势，仅依靠 F-15和 F-16已经无法满足美国突破苏联防空系统，以及压制苏式新型战斗机，并夺取制空权的需求。苏联的苏2.7和米格29大量采用了复合材料，应用了较为先进的飞行控制系统和航电设备，匹配了动力更强的涡扇引擎。除此之外，苏联在战斗机隐身技术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也成为美国最为担心的一点。为了克制苏联新型战斗机的威胁，美国空军在1985年的先进战术战斗机项目中，将超音速续航能力和隐身性能作为开发的重中之重。到了1986年，美国的洛克希德公司和诺斯洛普公司在先进战术战斗机项目的竞标中脱颖而出，得以进入最终的竞赛环节。随后，美国的波音公司和通用动力公司加入了洛克希德公司的竞标团队，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则加入了诺斯洛普公司的项目团队。最终，洛克希德公司向美国空军提交了 YF-22原型机，诺斯洛普公司则提交了 YF-23原型机。相较于 YF-23，YF-22的机动性更强，而 YF-23则在隐身性能和速度方面占据优势。相比之下， YF-22的成本更低，稳定性也更好。在经过一番审慎的对比之后，美国空军最终于1991年选择了 YF-22作为最后的胜出者，其正式编号也更改为 F-22， 最初的代号为闪电2型。直到1990年代中期， F-22才获得了猛禽的称号，而闪电2型的名号则在后来被用以命名 F-35战斗机。F-22的研发规模和复杂程度，可谓是美国空军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其传感器和软件集成系统的代码就达到170万行，反复的测试和修改过程也令项目开发团队绞尽脑汁。尽管 YF-22的各项指标已经基本达到了美国空军的要求，然而要想进入量产阶段，还有进行大幅度的修改和众多的测试。相比于 YF-22，F-22的机体外形进行了微调，包括机翼角度、垂直尾翼布局、雷达罩外形、座舱盖的位置、发动机进气口的布局等等。经过调整之后
令 F-22整体的气动力布局更加合理，也更符合隐身性能的要求。为了对 F-22的软硬件系统进行开发和完善，洛克希德公司专门将一架波音757客机进行了改造，机上搭载了为 F-22开发的软硬件系统，用于提高飞行测试的效率。作为 F-22的主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承担了大部分的组装工作。作为合作伙伴的波音公司，除了参与机身组件的制造外，还参与了航电系统和各类测试工作。F-22项目耗资巨大，其中仅研发成本就高达324亿美元。美国空军最初的构想是采购750架 F-22战斗机，然而随着 F-22项目的进展，各类新技术不断被采纳，不但增加了复杂程度，也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资金，生产成本也不断飙升。到了1997年，第一架 F-22完成首飞，距今已过去25年。F-22的研发团队于2006年获得了美国国家航空协会颁发的科利尔奖，以表彰其为美国航空航天领域做出的突出贡献。然而，美国空军对 F-22的需求却在持续减少，从最初的750架，最终缩减为187架。F-22正式进入量产阶段，始于2000年9月。这项庞大的工程涉及了美国46个州的数千家企业，参与制造和研发的人数接近10万人。F-22集合了美国最尖端的科技成果。直到目前为止，美国禁止向任何国家出口 F-22战斗机，包括美国所谓的亲密盟友在内，也无法获得 F-22战斗机的采购权。F-22的出口需要获得美国国会、美国政府和美国国防部许可。日本、以色列和澳大利亚曾明确表示过采购 F-22的需求，但最终都以不了了之结束。美国空军是目前 F-22唯一的使用者。截至到2022年8月，美国空军共拥有183架 F-22战斗机。F-22的采购成本过于高昂，是美国大幅削减其采购数量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 F-22过于倾向于空优性能，也令其对地和对海打击能力受到质疑。到2008年，经过美国军方内部的博弈之后， F-22的停产命运已经基本确定，节省下来的更多资源将被转移到 F-35战斗机等项目之中。到了2009年的4月，F-22的停产正式获得批准，其量产版本的数量限制在了187架。F-22的生产线于2011年12月关闭，总计生产了195架，包括187架量产版以及8架测试版。尽管经过多次评估，美国依然没有重启 F-22生产线的计划，单架 F-22的生产成本在2亿美元左右。F-22长约19米，宽约13.6米，高约5.1米，翼面积约78平方米，空重约19.7吨，正常起飞重量约29吨，最大起飞重量约39吨。F-22采用双发单座布局，两侧的进气口在以前缘延伸面的下方，采用了抑制红外辐射的隐身设计。F-22的理论最小雷达反射面积为0.005到0.01平方米。机体的复合材料使用量在35%左右。除了采用复合材料外， F-22还大量使用了钛合金，以满足超音速巡航的需求。钛合金的重量占到了结构重量的42%，复合材料的重量占到了结构重量的24%。
F-22拥有一套集成式的航电系统，能够将机上各类传感器收集的数据进行统一处理，并形成系统的战术图像。F-22的核心航电设备主要包括由美国桑德斯协会和美国通用电气提供的 ANALR-94 电子战系统，由美国马丁·玛丽埃塔公司提供的 ANAAR-56 红外预警系统，由美国西屋公司和德州仪器提供的 ANAPG-77有源电子扫描阵列雷达，由美国 TRW 提供的通信导航和目标识别套件等等。ANAPG-77有源电子扫描阵列雷达是 F-22最重要的航电设备之一，最初由美国西屋公司和德州仪器研制，目前该项目归属美国雷神公司和诺斯洛普格鲁曼公司。ANAPG-77是一种固态有源电子扫描阵列雷达，由1956个收发模块组成，其方位角和仰角为120度，针对1平方米大小物体的探测距离在160公里左右，最大探测距离估计在400公里左右。ANAPG-77的大部分技术来源于 F-35使用的 APG-81型雷达。ANAPG-77在设计上考虑了隐身因素，具备比较低的雷达发射截面。目前，美国诺斯洛普格鲁曼公司已经为 F-22战斗机提供了100余台 ANAPG-77型雷达，其改进型号为 ANAPG-77V1，该型号被应用在较新批次的 F-22上。相比于标准型 ANAPG-77V1 拥有完整的空对地能力，包括高分辨率合成孔径、雷达测绘能力、地面移动目标跟踪和识别能力等等。除了雷达以外， F-22的另一个重要的航电设备 ALR-94 电子战系统，这套系统是 F-22战斗机中最复杂的设备之一。ALR-94 在机翼和机身中的布置了30多根天线，可以提供全范围的威胁预警以及威胁目标定位，其理论探测距离在460公里左右。当该系统检测到威胁时，防御系统会提示飞行员启动反制措施。F-22具备小型预警机的能力，可以在空域作战中为协同单位提供目标指引，并帮助指挥调度。F-22采用了2台美国普惠公司提供的 F-119 PW-100型涡扇发动机，该发动机与 F-22项目同步启动。美国的普惠公司和通用电气公司参与了竞争，最终普惠公司的 XF-119发动机胜出。首台原型发动机于1985年开始生产，整机于1986年开始试车。XF-119于1991年进入工程制造和发展阶段，并获得正式代号 F-119。在改进过程中， F-119主要增加了推力和涵道比。该系列的第一款量产型号被命名为 F-119 PW-100。F-119的长度约5.2米，直径约1.2米，净重量约1.8吨，单发推力约116千牛。单发最大后燃推力约156千牛。F-22的内部燃料携带量约8.2吨，携带2个副油箱之后的最大燃油携带量约12吨，在高空的超音速巡航速度可达1.82马赫，极速可能在2.25马赫以上。F-22的最大航程在3000千米左右，作战半径约850千米，升限约2万米。F-22拥有3个内置武器舱，包括机身底部的一个大型内置武器舱，以及机身两侧的2个小型内置武器舱。在2个小型内置武器舱的后侧，还配备了2个小型隔舱，用以存放照明弹等干扰类弹药。F-22的大型内置武器舱可以容纳6枚空对空导弹，
两侧的小型内置武器舱各可以容纳一枚空对空导弹。在 F-22的机翼右侧，还内置了一门20毫米口径机炮。除了内置武器舱外， F-22还拥有4个机翼挂点，可以携带武器、副油箱以及各类电子吊舱。F-22内置的机炮为 M61火神机炮，采用全自动发射模式，最大射速在每分钟6000发左右，有效射程约600米。F-22的内置武器舱配置通常可以分为空对空任务和空对地任务2种。空对空任务配置通常包括在大型内置武器舱中的6枚 AIM-120空对空导弹，以及在两侧小型内置武器舱中的2枚 AIM-9响尾蛇空对空导弹。AIM-120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是目前美国最先进的对空武器之一，可以由美国和北约的大多数战斗机使用。AIM-120的 A 型、B 型以及 C 型的早期型号的射程在50公里左右。AIM-120C 型的较先进型号的射程在105公里左右。AIM-120D 型的射程最大可以达到160公里左右。AIM-120是一种超视距武器，极速在4马赫左右，采用惯性制导和末端主动雷达制导。部分型号具备数据链更新能力。AIM-9响尾蛇空对空导弹与 AIM-120一样，目前都是雷神公司的产品。响尾蛇是一种短程空对空导弹，最大射程在35.4公里左右，极速在2.5马赫左右，采用红外制导或半主动雷达制导。在对地攻击任务配置中， F-22的大型内置武器舱可以放置2枚美国联合直接攻击弹药，或者是8枚 GBU-39导引炸弹。两侧的小型内置武器舱各可以容纳1枚 AIM-120或 AIM-9空对空导弹。F-22的极限弹药配置可以在大型内置武器舱中配备6枚 AIM-120空对空导弹，或携带2枚联合直接攻击弹药，或8枚小型航空炸弹。在两侧的小型内置武器舱中各配置1枚 AIM-120或 AIM-9空对空导弹。在左右的2个机翼挂点各配置2枚 AIM-9或 AIM-120空对空导弹，另外还可以在2个内侧机翼挂点配置2个副油箱。F-22在整个使用周期中会进行不断的升级，升级的重点领域是航电系统和武器单元，以及综合性的航电处理系统。在进行相应的软硬件升级之后，将允许 F-22介入更先进的传感器系统和更丰富的武器单元。F-22于2005年完成美国空军的初始作战能力评估，并在一系列的模拟演习中表现优异。到了2007年， F-22完成了全面作战能力评估，并开始全面投入使用。每架 F-22在完成300小时的飞行时长后，通常要进行为期3周的维护和保养。隐身涂层和设计雷达信号反射问题的组件是维护的重点。F-22目前已经发生了5次坠机事故，分别发生在2004年、2009年、2010年、2012年和2020年。主要的原因包括动力中断、飞行控制系统故障、生命维持系统故障、线路起火和传感器故障等等。目前美国空军所使用的 F-22版本实际上为 F-22A， 双座版的 F-22B 项目于1996年取消，海军版的具备可变后掠翼的 F-22项目于1991年取消。截至到2022年8月，美国空军共拥有183架 F-22， 分配在10个前线航空中队和3个测试中队。作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之一， F-22的明显优势是隐身性能和机动性。其作战定位是尽可能通过隐身优势隐匿自身的存在，并率先发现目标和攻击目标，力图使用超视距打击能力完成攻击并全身而退。然而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 F-22通常出现在非对称环境中。面对日益现代化的雷达和防空系统， F-22的隐身优势正在逐步减弱。苏57和歼20的出现也已经打破了美国空军企图在代差上领先世界的构想。F-22是一款综合性能非常优秀的战斗机，
但是也并非毫无缺点。首先是造价和维护成本高昂，令 F-22的整体数量相对较少。第二，随着隐身急速的发展，反隐身探测技术也在进步之中， F-22被发现的概率正在逐步增加。第三， F-22在最大航程和作战半径上并不占据优势。以我国的歼20为例，歼20的最大航程在5500公里左右，作战半径在2000公里左右，而 F-22的最大航程则在3000公里左右，作战半径在850公里左右。相比之下， F-22就处于弱势。第四，从超视距武器上看，美国最先进的 M120空对空导弹的最大射程在160公里左右，而我国歼20采用的霹雳15空对空导弹的最大射程可达200到300公里， F-22也不占据优势。综合来看， F-22虽然性能卓越，但是并不能与其他世界第5代战斗机完全拉开距离。我国的歼20与 F-22相比就更加具有后发优势，在部分领域甚至可以超越 F-22。F-22的生产线已经于2011年关闭，从 F-22于2005年投入使用，已经过去了15年。美国空军预计在2030年代部署第6代战斗机，并使用第6代战斗机逐步取代现有的 F-22和 F-35战斗机。美国空军的第6代战斗机原型机已经于2020年完成首飞，预计最快在2028年或2032年正式推出。除了美国以外，日本、英国、瑞典和意大利、法国、德国和西班牙、俄罗斯、印度以及我国都拥有自己的6代机计划。一方面，美国的绝对领先优势已经不复存在，各项技术壁垒已经逐步被突破；另一方面，在战机领域的相对优势将更加凸显，在技术上依赖美国的战机项目必然会受到美国的压制，而具备独立研发优势的国家则将更容易取得跨越式的发展。以上是本集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视频，欢迎您在今日头条和西瓜视频搜索武器沙漏。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